老黄亲生龙虾 Nemo Craw 试吃龙虾4种料理。这一集我们实做 NVIDIA DGX Spark GB10 Playbooks， 主题是 Setup Example Nemo Craw Agents。它详细介绍了4个可直接在现有 Nemo Craw 沙箱上运行的 AI Agent 应用。4种范例分别是每天自动帮你读新闻、整理重点，帮你读程式码、改功能、写测试，帮你检查文件简报、抓错字跟漏洞，以及帮你调会议时间、排进行示例。就让我们来看老黄亲生的 NVIDIA Nemo Craw 龙虾到底有没有高。热门的自主 AI 代理 OpenClaw 就像是个人的超级大脑，灵活但安全性需要自行把关。而 NVIDIA 推出的 Nemo Craw， 你可以想象成 OpenClaw， 它被关在一个叫 OpenShell 的壳里，它套上了 OpenShell 沙箱与安全护栏的企业级防护衣。这个壳保护的不是龙虾，是壳外面的世界，也就是我的网路、我的档案限制了这只龙虾可以做什么。它想自由的连到外面的没有允许的网站，会直接被挡下来。但要跟自己家里的模型讲话，完全畅通。这是整套实测的安全底线。等一下，每一道菜都会先确认这条底线有没有被破防。OpenClaw 自主 AI 代理让你解锁个人极限。而 Nemo Craw 则是让 AI 能够安全进企业上班。把 Nemo Craw 提供的整合环境简单分成2层。第一层叫 Nemo Craw， 跑在 GB10 主机上，是管理层，负责建立跟销毁 Sandbox， 设定 OpenShell Policy 白名单，切换推论模型，管理通讯凭证，还有检视整体状态跟 Logs。第2层叫 OpenClaw， 跑在 Sandbox 容器里面，是真正在执行的 AI Agent Runtime，负责跟你对话，记录 session， 管理记忆，跑排程任务，处理通讯频道。这2层之间，透过 Nemo Craw Connect 与 OpenShell Policy， 这是唯一能连进出 Sandbox 的通道2层的指令，完全不互通，各自拥有独立的指令系统。一个管外面的壳，一个管里面真正在做事的龙虾。了解完 Nemo Craw 的结构后，接下来透过4个范例来看如何运作。Nemo Craw 4道龙虾大餐正式上菜。Nemo Craw 料理范例1：现捞龙虾 DA Personal News Digest。这份 Playbook 要做的是每日新闻摘要 Agent， 自动帮你读新闻，整理重点。你只要告诉他关心哪些主题，想看哪些来源， Agent 就会照排程自动醒来，扫过你信任的新闻网站，整理成结构化摘要，依主题分类的头条。整理好之后，直接推播到 Discord 通讯频道。等一下，修但急嘞！这件事你不是在之前影片做过了？影片 GB10 EP2 全自动 AI Agent OpenClaw Hermes 双核心 AI Agent 实战影片就做完了吗？来，讲清楚，说明白。之前做的是直接在最外层建的 OpenClaw， 这次做的是 Nemo Craw 整合受控制的方式。如果没有看过上一片 EP2 的，可以先去看一下。这边不介绍 Nemo Craw 如何安装，就一行指令。详细步骤请参考 GitHub 文字说明。环境是安装好 Nemo Craw 使用模型 Nemotron 3 Super 120B。Agent 使用 OpenClaw 建立 Sandbox， 名称 GB10 Assistant， 连接好 Telegram、Discord， 并且进入 OpenClaw QI 对话测试正常。在 OpenClaw 使用交谈建立每日新闻摘要，并且建立排程，最后回应到 Discord。 这在 OpenClaw 的任务是很一般简单的作业，但如果在 Nemo Craw 架构 Sandbox 沙盒内的 OpenClaw 建立完任务后，却得不到正常的回应，在 Discord， 而且 OpenClaw 回应到 Discord 的内容还很明确的告知原因。这个沙盒环境的网络政策为预设禁止外部连线。这个讯息证实了 Nemo Craw 环境下的 OpenClaw 确实有被管控到，还要在 Nemo Craw 的 Policy 加上允许连外收集资讯的目的端，要开通这段连外，透过 Nemo Craw Policy Add 的方式，将每日新闻收集的网站加入，再手动触发了这个 cron job。这边为了展示，把 Nemo Craw Log 显示出来，验证是被允许存取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结果。结果新闻摘要排程真的推播进了 Discord 频道，
这就是 NemoClaw 料理范例1现捞龙虾第一 A 例 Personal News Digest。NemoClaw 料理范例2龙虾生鱼片 Software Development Agent 让已经装好的 NemoClaw Sandbox 从只能聊天收集资料升级成能真正读取、修改、测试你的程式码，并交出一份完整报告的自主开发助理，但透过副本、隔离、网路封锁、Approval Gate 3层机制，确保这个能力扩张不会变成风险。原厂在这个范例写得很精简，这篇的重点其实在 Step 2 Agent Prompt 那段提示词内容。另外要事先准备的动作与细节，在大叔庄基安的 GitHub 有详细的文字说明，影片就带过与 OpenClaw Agent 交谈的过程。确认系统状态，这道菜使用了 Nemotron 3 Super 120B Contact Length 64K， 这不是官方原始版本，是我们今天自己动手建立的自定变体。原版 16K Context 在我们今天的多轮对话、多工具呼叫的 Agent 任务里，很容易撞到 Context Overflow， 所以才自己建了这个 64K 版本。而且在范例的提示词贴上之前，先加了一点调味料，让这道菜不会走味更美味。这段全部的操作一镜到底，没有调整速度。我先把官方的完整 prompt 依次贴进去。这段 prompt 定义了整套安全规则，包括等一下会看到的核准机制，还有绝对不能碰的档案范围。他会先问我6个问题，建立这个专案的设定档。这一步很重要，尤其是第5题，问我要不要在动手写程式之前，先停下来让我核准。我这里明确要求每一次都要停，没有例外。6题都回答完，他把设定整理成一张表格给我确认，而且真的把这份设定写进了专案里的一个档案，不是只停留在对话里。借助我提出第一个功能需求，帮我加一个健康检查端点，回传目前的状态，还有目前的 Git Commit 版本号，顺便写一个对应的测试。他先做的第一件事是扫描整个专案，确认用的是 Python Flask， 测试工具是 PyTest， 程式码风格是什么样子。这一步他得先看懂，才有办法规划怎么改。扫描完，他给我一份完整的执行计划，要改哪2个档案，每个步骤的顺序，可能有什么风险，打算怎么测试。写完之后，他自己停下来，等我说 Approve 才会继续，不会自己偷跑。我核准这份计划，同时顺手提醒他2件事：沿用专案原本就有的测试写法，还有修改既有档案的时候，用整份重新写入的方式，不要用那种局部修改的工具，因为那个工具在这个环境里不太稳定。接下来他开始真的动手，先改主程式，加上健康检查的路由，跟一个读取版本号的小函式，然后去改测试档案，补上对应的测试。这个阶段是最容易出状况的地方，但这次他一路照计划，稳稳地做完。做完之后，他会回头检查自己刚刚的改动，挑出几个小地方，像是例外处理写得宽松了一点，但判断这是合理的设计，不需要修正。
他也确认了自己没有多改任何计划外的东西。最后跑一次测试，你看2个测试都真的通过了，这不是他自己说的，是实际指令跑出来的结果。最后他把整个过程写成一份完整报告存下来，并且用1句话总结，改了几个档案，有几个发现。测试有没有过？这一次从头到尾完全没有我插手，他自己一路做完。这次完整成功证实 Software Development Agent 这个 Playbook官方描述的自动化流程，在本地模型 Nemotron 3 Super 120B 64K 上是可以完全自主、可靠达成的。前提是使用者必须先了解并补足官方文件没有写出的3个实务细节工具界面说明，整份复写策略坚定的 Approval Gate 措辞。这些细节属密环境特定的隐性知识，是透过大量实测才能发掘出来的。你自己走过一次就知道这段文字有多重要。NemoClaw 料理范例3，红烧龙虾 Dog and Deck Red Team Agent。这个应用在做什么？在你把简报文件送出去或上台报告之前，先让 Agent 帮你抓包数字跨页不一致跟旧版矛盾的内容。Agent 读取你的档案，对照一份精心整理的 Canonical Corpus， 你过去的简报、内部指标、风格指南跑4大类检查，最后写出一份依严重度排序的修改清单 Punch List 到指定资料夹。核心承诺 Agent 绝对不会修改你的原始档案，每一项发现都附上建议的修改内容，由你自己决定要不要手动套用。这道菜就不详细说明整个过程。这次实测的核心发现，产出品质好跟安全机制被确实遵守是2件必须分开验证的事。Punch List 本身的品质很高， 87.5% precision， 但同一个 agent 在第一次面对 critical 忽略请求这个关键安全机制时，直接绕过了 prompt 明确写出的2次确认规则。但这次也提供了一个相对乐观的补充发现，当错误被明确指出后， agent 有能力理解规则，承认错误，主动修正，并且透过复测验证，这个修正是稳定持久的，不是昙花一现的口头敷衍。这是本系列第2次观察到安全规则在单轮对话里容易被略过，但被指出后可以被修正。这个模式第一次是 Approval Gate 的 Approve 判断，这代表这不是单一 Playbook 的偶发问题，而是目前本地模型在执行多步骤含隐性安全规则的 Agent 工作流程时一个具有一致性、可重现的行为特质，值得任何打算依循这类 Playbook 的使用者在正式使用前先做一次类似的安全机制复测，而不是只验收产出品质。NemoClaw 料理范例4，清蒸龙虾 Calendar Negotiation Agent， 给他一份行事历跟偏好设定。有人想约会议，他读懂需求，避开冲突，挑出时段草拟提案。最保守模式下只负责写草稿，由我亲自发送。但这道菜我试出2个问题。他把星期5算成星期6，还一度说已经送出去了，但他根本没有发送能力。清蒸火候最考验人丁，则看龙虾到底行不行。
这道菜比较特别，我一开始就选了风险最低的模式，它只负责草拟讯息，绝对不会自己按下发送键。这个规则写在我贴给他的 prompt 最开头。他会先读我准备好的行事历快照跟一份设定档，里面记录我平常的工作时间，哪段是我不想被打扰的深度工作时段，精力比较好的时段又是哪些。接下来跟前面几道菜一样，他会问我一轮设定题，这次多了几个很特别的问题，像是时区差很大的时候该怎么分摊，谁要吃亏，还有我愿意透露多少行事历细节给对方，每一题我都照最保守的方向回答。6题答完，他整理成一张表格给我确认，而且存进了一个档案里。我丢给他一个真实情境，有人想约半小时谈季度规划，这周或下周都可以，人在伦敦时差就是这次最大的考验。他先把需求拆解清楚，谁、什么事、多久、什么时候之前，接下来重新读一次行事历，确保拿到的是最新资料，不是用记忆里旧的版本。这里的问答出错了，他算出来的3个时段，其中1个星期几直接标错，
把星期五写成星期六，换算成我这边的时间。3个选项没有一个真的落在我的工作时段内，甚至有一个是凌晨1点。我直接把问题点出来，日期算错了，而且没有一个时段真的可行，请他重新算一次。这次他算对了，星期几正确，时区换算也对，而且老师跟我说，这已经是双方工作时间唯一重叠的半小时，不是随便凑出来的。我回复送出，结果他跟我说已经送出去了，但这个模式底下他根本没有发送讯息的能力，这句话是他自己编出来的。我当场点出来，这个模式底下你根本没有办法送出任何东西。他立刻承认错误，把刚刚那句话收回，改成正确的做法，把草稿留在这里，等我自己复制贴上。最后，我模拟对方回复，确认了这个时间。他把整场协商过程写成一份正式的会议记录，还在记录里附上一行摘要，存进了指定的资料夹。清蒸这道菜最后端出来的成品没问题，但过程里他犯过2次错，一次算错日期，一次假装自己做了办不到的事，都是我亲自抓到，亲自要求修正，他才改过来的。4道菜试完，老板给个评语，这只龙虾真的能做事，但每一道我都得盯住看，不能完全放手。Playbooks 这样的设计，其实可以让你在实作的过程中理解 AI Agent 运作时会发生的事。最后，我还发现一件事，我踩过的这些坑，官方文件自己都写了，甚至直接用 regression 这个字，系统性问题来形容完整的踩坑过程。每一道菜的详细笔记，我都写成文章放在下面连结，想自己试吃的，欢迎去看。最后讲一下这次用的模型 Nemotron 3 Super 120B 参数。第一个问题，速度。这颗模型虽然推理深度比较好，但在 GB10 上生成速度明显偏慢，1秒大概20出头个字，遇到需要多轮工具呼叫的任务，很容易撞上系统预设的余时限制，整个任务就中断失败。第二个问题，原生的 context 只有 16K， 对一个要记住整个对话历史，还要读专案档案的 agent 来说太小了。今天用的这个 64K 版本，是我自己重新调整参数建出来的，不是官方预设。第三个，也是最关键的，工具呼叫的稳定度不够，连续好几次同一个动作，它要重试4、5次才会成功，中间还会夹杂格式错误，甚至偶尔直接编出一段没有真正发生过的内容。这些问题不是这个模型不够聪明，而是它在精确、结构化、可重复这件事上还没有云端那些顶级模型稳。
整趟试吃下来，我想讲清楚一件事 ：NemoQual 跟一般直接跑的 OpenQual 差别到底在哪儿？纯 OpenQual 就是把这只龙虾直接放出来，它能做什么？能碰到什么？完全没有限制，靠的是你自己小心。NemoQual 是帮它套上了 OpenShell 这个壳，网络连线，档案读写能执行的指令，全部都被划进一个明确的范围。就算它今天出错、被骗，或者像我们看到的自己编故事，它能造成的伤害也被锁在这个范围里面，出不去。所以今天这几道菜，你看到的每一次翻车都只发生在他自己的小房间里，没有一次真的碰到我不该让他碰的东西，这才是 NemoQual 真正的重点。不是保证这只龙虾不会犯错，而是保证就算它犯错，你的世界还是安全的。被绑手绑脚的不是你的龙虾，是企业对 AI 的恐惧。这只龙虾能不能帮你赚钱，就看你怎么驯服它了。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有一点点帮助，还是想看大叔庄基安到底能不能做完其他 DGX Spark GB10 专案，别忘了按赞订阅大叔庄基安频道。感谢看到这边的您，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我是大叔庄基安，祝您庄基顺利，一生平安。